俄乌第四轮谈判周一以视频方式举行。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乌代表团在谈判中的任务是实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俄罗斯方面没有否认这样的可能性，但强调在两国领导人会面前，需要弄清楚双方应在会面时讨论什么议题，以及会面可以带来什么结果。与此同时，当地时间周日，乌克兰利沃夫州官员表示，俄军当日清晨对该州一大型军事设施发动空袭。据了解，该基地靠近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境，北约人员曾在那里培训乌克兰军队。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阿拉哈米亚表示，第四轮俄乌谈判在基辅时间3月14号10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周一下午4点30分，以视频方式举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当天表示，在本轮谈判中，双方重点讨论安全保障和俄罗斯撤军的问题。据央视新闻报道，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成员波多利亚克在其社交媒体上表示，乌俄双方在第四轮谈判中均积极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双方仍在沟通中。他同时指出，谈判存在难度，导致双方分歧的是乌俄政治体制的差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周一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称，乌俄谈判乌方代表团在第四轮谈判中的任务是就其本人与普京的会面达成一致，同时获得俄方的有效保证，但并未透露这一保证的具体内容。对此，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说，没有人排除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但此前需要弄清楚双方应在会面时讨论什么议题，以及会面可能带来什么结果。俄乌代表此前已在白俄罗斯一共进行了3轮谈判，经过这几轮谈判，双方虽未有实质性成果，但也时有积极信号传出。就是这个实质性进展并不一定指的是达成那种停火协议，或者说最终的这个一揽子解决。所以哪怕是在很小的、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达成一点这个共识，其实也算是实质性进展。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乌克兰还从外国招募雇佣兵。据报道，首批雇佣兵主要来自美国、墨西哥、瑞典和印度等国。乌方公布有约2万人申请加入外国军团，其中约3000人来自美国。值得注意的是，英国首相约翰逊曾警告国民不要去乌克兰当雇佣兵，因为这不符合英国有关于国际冲突和如何正确行事的法律。除了雇佣兵，美国和北约还向乌克兰大量运送武器，其中作为入境点的运输枢纽就在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利沃夫。俄罗斯周六警告，可能把西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车队作为打击目标。俄罗斯2月24号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几周，乌克兰军队曾在亚沃里夫军事基地接受训练。据乌克兰媒体报道，2月中旬，基地内所有外国军事训练人员撤出，但留下一些装备。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北约官员的话说，目前乌克兰境内没有北约人员。美联社的报道称，位于亚沃里夫的这个训练基地成为俄乌争端迄今为止受到攻击的位置最西的目标。这个基地还举行过北约的军事演习，因此美联社认为这个地方成为俄罗斯长久以来抱怨的象征，因为在这里由30个国家组成的北约正在步步逼近俄罗斯边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向全国发表视频讲话时说，他早前已就亚沃里夫军事基地面临的危险提醒西方国家领导人。他再次要求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北约和美国此前多次拒绝设立禁飞区，因为这将导致北约和俄军直接交火。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警告，俄方任何对北约成员国领土的攻击都可能触发北约的全面回应。当地时间周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就俄乌局势交换了意见。约翰逊表示，英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但外界注意到，英方表示下周将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领导人磋商，话题除了乌克兰局势，还有能源安全议题。与此同时，美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也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周日，中国红十字会向乌克兰送出的第2批人道物资运抵乌克兰西部边境城市乔普，包括食品、睡袋、防潮垫等。当地红十字会已接收该批物资，会派发给无家可归的民众。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向乌克兰红十字会援助的第3批人道主义物资，已于当天搭乘航班从北京起运。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当地时间周一，北约年度最大规模军演“寒冷反应2022”在挪威开始举行。来自27个国家的共3万名士兵参加此次演习。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也将参加此次军演，这是该舰首次前往北极地区参加军演。